女人慌忙地脱掉上衣，拿着绳子在小腿上缠了2圈，再把睡衣放进红酒杯里浸泡，接着在大腿上擦了擦，随后一头撞向玻璃，让监控拍到自己。这是2014年上映的高智商悬疑电影，女主艾米通过精心的设计，上演了一场完美犯罪。故事开始，在一个非常普通的早晨，男主尼克丢完垃圾有些失神，他已经厌倦了现在的生活，可等下还要回到房间面对妻子。吃完早餐，尼克按照惯例无所事事地游荡一圈，然后来到了和姐姐一起开办的酒吧。尽管今天是他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，但此刻的尼克根本不想回去。正当姐弟俩吐槽关于婚姻的话题时，尼克接到了邻居的一通电话，说是你家的猫跑了出来叫个不停。事不宜迟，匆忙赶回家中。尼克很快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原本在家的妻子艾米不知去了哪里。屋里的每个角落都出奇的安静，只见客厅里的茶几被掀翻在地，就好像有人闯进过一样。接到报警后，探长邦尼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，并对各个房间进行了仔细勘查。除了厨房里有几滴血迹以外，其他地方并没有特别之处。好巧不巧，邦尼发现艾米竟然是自己的偶像。原来艾米的父母是一对知名作家，他们以女儿为原型写了一部畅销小说，而这部小说也让艾米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。Your wife is amazing, Amy? Yeah, she is. 随即将尼克带回警局录口供，但接下来的询问却让众人大跌眼镜。尼克说自己失业前是一所大学的老师，妻子则是闲赋在家的主妇。或许是工作太忙的原因，他不清楚妻子的生活习惯，也不知道妻子平时都在干什么，眼见问不出什么信息。邦尼说最近这里的治安不太好，初步判断艾米可能遭到了绑架。在警方的提醒下，尼克这才想起要将此事告知岳父岳母。就当录完口供准备离开时，尼克在隔壁看到了老父亲。原来父亲从养老院走时找不到人，因此在警局待了一整天。回去的路上，两人的脸色都有些难看。父母在尼克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婚，所以他对父亲并没有什么好感。夜幕降临，警方封锁了尼克的家，因此尼克只能暂住在姐姐的家里。在对案发现场重新勘查后，技术人员表示厨房里有重大线索，而另一个小组也有新的收获。这个家庭看起来像是尼克在养家，可实际上的房产、酒吧和信用卡，甚至电话账单都在艾米的名下。翻找中还找到一个信封，而信的标题却写着一句奇怪的话。第一个提示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二天，艾米的父母从纽约慌忙赶了过来，在邦尼的协助下，他们联合警方召开了记者发布会，希望能借助公众的力量获得更多线索。面对台下熙熙攘攘的各路媒体，艾米的父母谈吐得体，举止从容。对比之下的尼克却截然相反，他表情呆滞，身体僵硬，居然在拍照时还露出了诡异的笑。看到这里，不得不让人怀疑，他是缺心眼的还是另有隐情呢？回到警局，艾米的父母带来了一个调查方向，他们认为女儿在恋爱期留下过隐患，嫌疑最大的是艾米的2个前男友，一个是高中时的初恋，一个是毕业后的小青年。邦尼接受了这些资料，答应稍后会去调查看看。随后，邦尼拿出昨晚的信件让尼克解释。尼克看后说这是他和艾米玩的猜谜游戏，目的是为了让结婚纪念日更有意义。依据纸上的提示，下一个线索在尼克以前的办公室。果不其然，刚进门就看到了桌上的第2个提示，上面内容指向了一间棕色小屋，可尼克却猜不出所谓的小屋在哪里。这时邦尼找到了一条女性内裤，然后询问是谁的。见此情形的尼克支支吾吾，谎称可能是妻子留下的。当天晚上，尼克悄悄回到了一栋小房子，看样子就好像这里藏有秘密。正如猜想的一样，迎面的桌子上果然放着第3个提示。很显然，所谓的棕色小屋就是这里。然而未等拆开查看，探长邦尼却突然出现眼前，下意识地将信件藏起来。尼克质问对方是不是在跟踪自己，邦尼避而不答，反问尼克来这里干什么。尼克回答说这是父亲的老房子，自己会时不时过来巡检。谈话间，两人走到外面，邦尼随口询问这里就是棕色小屋吗？尼克听后立刻否定，表示房子明明是蓝色的。说完便钻进车子要匆匆离开。事实上，尼克的父亲名叫布朗，而布朗的谐音正是棕色。待到匆忙回到家中，尼克急忙查看了信件内容，里面提及了2个关键词，一个是惩罚，一个是纪念日礼物。看着毫无边际的线索，尼克实在猜不出妻子想要表达什么。故事进行到这里，不得不让人怀疑尼克的行为。可现在的艾米又在哪里呢？4日，在警方和社区的号召之下，大批民众自发组织了搜救队伍。然而就在大家团结一致寻找艾米时，电视里却播报起了奇葩新闻。他们认为尼克可能是杀害妻子的凶手，不然也不会对着镜头傻傻的笑。尼克对此毫无感觉，他不在乎大家的关注点是什么。坦白来讲，妻子的失踪让尼克很放松，至少再也不用烦恼无聊的婚姻了。深夜，睡沙发的尼克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提示有人已经到了门外。惊骇之下赶紧出去查看，可外面却空荡荡的没有人影。正当疑惑不解时，
一名年轻女子冲进了房间，原来她是尼克的秘密情人，因为已经有2天没有亲热，所以才忍不住过来请求安慰。尼克连忙质问她关于办公室的内裤，女人回答说不是她放的。在这样的危急情况下，他怎么也不会给情人火上浇油。随后2人研究了一夜的昆字，直到次日早晨才从后门悄悄溜走。本以为一切都是天衣无缝，怎料正巧被身后的姐姐撞见。他怒斥尼克就是一个渣男，天天嘴上抱怨对妻子各种厌倦，原来搞半天是自己出轨了。更要命的是，现在已经有人怀疑尼克杀了妻子，而出轨这种事一旦被人发现，岂不是更坐实了大家的猜测吗？面对姐姐的指责，尼克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。他表示自己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，所以出轨的事都是顺其自然发生的。这番言论让姐姐不得不承认，弟弟尼克的确是一个渣男。与此同时，邦尼来到了一个商场废墟打听线索，这里黑漆漆的没有光亮，到处都是游荡的小偷和流浪汉。从一个瘾君子口中得知，艾米曾经来这里购买过武器。这个发现不禁让人深思，艾米为什么要买武器呢？事后的邦尼觉得这个案子很不简单，思来想去还是尼克的嫌疑最大。这时有同事递来了新线索，通过严格的荧光测试，发现尼克家的厨房里有大量血迹，而且比对结果后就是艾米的。这一下让邦尼的猜测更加明确，难道尼克真的是凶手吗？傍晚时分，艾米的父母又一次举办了招待会，不过这次的尼克觉悟了，他假装自己很悲伤，还声情并茂地表达了对妻子的思念。本以为这样可以挽回形象，岂不料下一秒却让情况变得更糟。有个邻居突然冲了出来，大声呵责尼克就是一个伪君子，还爆料艾米在失踪前就已经怀孕。此话一出，犹如平地惊雷，所有人这才知道尼克隐瞒了真相。本来就对男人的惺惺作态有些不满，于是纷纷指责其是不是存在阴谋。见此情形的尼克没有办法，只能战略性的仓皇撤退。回到家中，邦尼质问关于怀孕的事，尼克则说那个邻居是个疯子，他甚至都不认识艾米，怎么可能会知道艾米怀孕呢？这时邦尼丢下了几张照片，上面赫然就是邻居和艾米的亲密合影。很显然，尼克在说谎。通过警方及时调取的医疗报告，也证实了艾米在失踪前怀孕了。然而事情到这里远没有结束，紧接着邦尼又提出了新一点。第一个，尼克家的所有财产都在艾米的名下，包括经营的酒吧也是艾米买的。第二个，如果艾米是被人绑架走的，为何唯独客厅的茶几碎了，其他地方却十分完整呢？第三个，尼克将艾米的信用卡透支了10几万，且仅仅是用来购买大量奢侈品。巧合的是，在这之前尼克还提升了妻子的意外保险。第四个，尼克家的厨房里出现了大量血迹，之后又被人抹除了，种种迹象再也明显不过。尼克大概率是想独吞妻子的财产而痛下杀手。面对突然空降的各项指控，尼克愤怒地表示自己是无辜的，自己从未想过要杀了妻子，而这杀人动机也很奇葩呀。She was pregnant. 剑拔弩张的对峙让人尴尬，邦尼想了想，决定暂回警局。鉴于现在还没有找到尸体，警方依旧没有权利逮捕尼克。就当邦尼等人刚刚离开，尼克的姐姐又赶了过来，她像警察一样质问怀孕的事，显然是也不再相信弟弟。受够指责的尼克不禁恼火，他表示自己一直都想要个孩子，可艾米却一直都不同意。现在突然冒出妻子已经怀孕，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在每次房事都避孕的情况下，怎么可能会出现怀孕呢？ Now who would believe you? 深夜，身心疲惫的尼克重新梳理前因后果，突然间就明白了妻子留下的提示。事不宜迟，赶紧去后院寻找答案。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极为震惊。最终提示的仓库里摆满了奢侈品，而这也实锤了尼克透支信用卡的事实。刹那之间，尼克瞬间顿悟了，这一切都是妻子的阴谋。之所以将提示点分别设在办公室、棕色小屋和仓库，那是因为这些都是尼克和情人约会的地方。联想到每个地方出现的东西，那么一切都解释得通了。妻子必然是发现了丈夫出轨，然后为了报复设计了这起失踪，其最终目的不言而喻，就是暗示尼克是一个杀妻凶手。这个推测不禁让人惊叹，可事实上真的如此吗？同一时刻，邦尼再次回到了棕色小屋，他总觉得上次的尼克很不对劲，直觉告诉他这里可能藏有线索。果不其然，邦尼在壁炉里发现了一本未被烧毁的日记，而这本日记正是失踪人艾米的。通过上面300多篇的描述，邦尼逐渐看清了案子的真相。女人艾米不仅是一个富家千金，而且还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博士，加上她被父母在书中塑造的人设，毫不夸张地说，从小到大的艾米一直生活在光环之中。之后与尼克一见钟情，喜结连理，但婚后的生活却不尽人意。有一天，尼克突然丢了工作，艾米的父母也遇到了生意失败。为了帮助父母渡过难关，艾米私下里从自己的存款挪用了一笔钱，而这也让尼克大为光火。他认为妻子不信任自己，怒斥他不经商量就自作主张。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，尼克的母亲突然得了癌症，艾米也只好跟着他一起回了老家。婆婆重病去世后，艾米用剩下的存款买了一个酒吧，目的是想让丈夫振作起来。然而此时的尼克已经变了，
他每天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并且还把妻子当成了泄欲工具。为了挽回苟延残喘的婚姻，艾米提出要生一个孩子，但这个请求却被尼克断然拒绝，甚至还将妻子推搡后拂袖而去。从这一刻起，艾米的心死了。自从发现丈夫出轨以后，尼克的家庭暴力越来越明显。尽管艾米已经偷偷买了一把手枪防身，但她根本阻止不了已经魔化的丈夫。读完所有日记，邦尼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。尼克的杀人动机就是出轨，或许他担心妻子收回财产，所以才举起了手中的刀。依据现有的证据仔细推演，尼克必然就是杀妻凶手。然而，日记里所描述的就是真相吗？尼克到底是不是凶手呢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真相只有一个，一切都是艾米的阴谋。原来艾米发现丈夫出轨以后，于是为了报复自导自演了一场戏码。她要让警方误认为尼克杀了自己，从而让丈夫的出轨付出血的代价。艾米的计划是这样的：第一步，先是频繁和已经怀孕的邻居交往，并在谈话中暗示出尼克有家暴倾向，熟络后邀请邻居到家中做客，然后再偷偷窃取对方的尿液，这样一来就有了医院证明怀孕的假象。第二步，以尼克的名义偷偷刷爆信用卡，随后在其玩游戏的时候重签自己的保险。第三步，短时间内写出300多篇日记，内容从甜蜜的热恋开始，直至出现感情危机，并在其中透露出尼克是一个出轨渣男。写完后再丢进壁炉烧一会儿，且刚好烧到不影响2次阅读。第四步，利用纪念日的猜谜游戏诱导警方发现线索，比如办公室暗示出轨，棕色小屋可以找到日记，仓库则提示了透支的信用卡。第五步，在周年纪念日这天，当艾米看见丈夫已经出门，于是在厨房布置了一个案发现场。她将自己的血液抽出，然后往柜子上甩了几滴，之后将剩下的撒在地板上，留下痕迹后再用抹布清除干净，最后把带血的凶器扔进壁炉，同样是只烧掉一小部分，以便警察可以分析样本。如此这般就营造了一个丈夫冲动杀妻，然后又业余处理的假象。做完这一切后，随后再出门驾车潇洒的离开。行云流水的一套功夫做完，尼克从头至尾的杀妻人设也塑造完成。事发以后，乍一看这个尼克真的是坏透了，但实际上是艾米精心策划的栽赃大局。不得不说，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事实。把视线拉回尼克这边，此时的他已经明白妻子的用意，但眼下却没有能力洗清冤屈。如果警方真的找到了艾米的尸体，那么自己杀妻的事实就必然坐实了。姐姐听后愿意帮助尼克，就算是赔上养老金也要查明真相。与此同时，艾米已经逃离城市，改头换面。在她的计划里，自己的最后一步是选择自杀，这样就能迫使丈夫再无翻身机会。为了隐藏样貌不被暴露，艾米剪掉了长发，并用重物砸了一下左眼，加上毫无违和感的眼镜，一个遭受家暴而离家出走的女人形成了。藏匿好身份，艾米通过网络关注着案子的进度。当看到丈夫已经遭受漫天指责时，艾米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。谁也不会想到，一切都是这个女人策划的。紧接着，尼克用姐姐的钱找了一个大律师，然后将情况详细讲了一遍。律师听后赞叹艾米的完美犯罪，不过以现有的证据很难洗脱嫌疑。想要破局，首先必须摧毁艾米的完美人设。他让尼克先去找艾米的前男友了解情况，或许能捕捉一些蛛丝马迹。艾米最近的一个前男友名叫汤米，汤米表示，艾米这样的女人千万沾不得，她的控制欲很强，以至于自己分手后还被起诉了性侵，也因此锒铛入狱整整3年。出狱后的汤米彻底毁了，根本没有单位聘用这种有前科的男人。尼克听后直冒冷汗，对比之下也的确如此。想当初艾米的所有人设都是伪装的，而婚后的妻子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控制狂。但是尼克也必须承认，刚开始的自己也是伪装的，他的目的同样是为了走进艾米的生活。结婚后两人都撕掉了面具，所以矛盾才变得越来越多。直到几年后，受不了的尼克才选择了出轨，而这也导致艾米展开了报复。告别艾米的前男友，准备回家的尼克看到了一则新闻，原来随着妻子失踪案的发酵，媒体已经将尼克判定为了杀人犯，还大肆宣扬他和自己的姐姐有暧昧关系。本来不在乎的尼克看后再也坐不住了，眼下如果再不洗脱嫌疑，恐怕就算不被抓也得被民众的口水淹死。为了能找到更多的有力证据，尼克又敲开了艾米的初恋。这个男人名叫黛西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。当听完尼克的来意后，竟然想都没想的拒绝了。没有办法，尼克只好回去向律师汇报。另一边，艾米租赁旅馆时遇到了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也是个有故事的人，她一眼就猜中艾米被家暴了。聪明的艾米以为对方智商很低，于是愉快地和她做了闺蜜。俩人最大的爱好是一起看电视，而电视上每天都有尼克的新闻。艾米看得很舒服，但闺蜜却认为尼克是被冤枉的。听到这话的艾米很是不爽，趁着闺蜜上厕所的功夫，她移动身子快速挪了过来，然后对着闺蜜的饮料吐了一口。从这个细节不难看出，艾米是一个极度狭隘的人。回来后的闺蜜继续吐槽，丝毫没有察觉饮料被人做了手脚。面不改色的艾米心里窃喜，自认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然而真的会一直顺利吗？俗话说出门不露富，露富必遭殃。几个人在户外游玩时，
艾米太过开心跳了起来，意外将钱包掉在了地上。这一下正好被闺蜜看见，眼神中立刻胀满了贪婪的光。第二天，意识到不妙的艾米准备退房，然而却被闺蜜带人堵住了门。她早就看穿艾米的眼睛是假的，头发是故意染的，不用信用卡只用现金，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出门避风的人。现在就算抢了艾米的钱，她也不敢报警。只是几分钟的功夫，艾米的所有现金被洗劫一空。从小娇生惯养的艾米哪受过这种委屈，但她也只能咬碎了牙齿咽下去。痛定思痛的艾米重新制定计划，她撕掉写着自杀的最后一步，决定利用一个人来完结自己的故事。而这个人就是艾米曾经的初恋。通过自己编造的悲惨人设，初恋黛西相信了艾米的话，还将其安顿在了一个私人别墅里。这栋别墅的装修全是高科技，艾米想要什么都会满足。讲真，这个叫黛西的男人看着真挺好，但本质上的他却是一个控制狂。他不仅在别墅里布满了监控，还妄想着和艾米重温旧梦。看到这里，不得不说黛西很天真，或许她还没搞明白当年的分手原因。两个都喜欢控制的人怎么可能会在一起呢？与此同时，回去后的尼克发现酒吧被人堵了，家的周围也站满了要直播的网红。这种情况让尼克始料未及，可以说已经完全乱了阵脚。他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妻子的对手，于是将希望全都寄托给了律师，并且还乖乖交代了自己出轨的事实。律师听后快速分析，建议尼克通过媒体向大众如实交代，不要隐瞒出轨的事实，必须表现出对妻子的忏悔和爱意。这种以被动变主动的方式，绝对可以让警方和民众重新思考。况且大家都喜欢浪子回头的戏码，说不定能有一丝扭转局面的可能。此刻的尼克已经走投无路，他能做的只能听从律师。然而就当尼克准备上电视台直播时，另一边尼克的情人却提前自爆了，且还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无知少女被人诱骗的人设。这下好了，尼克瞬间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。因为局势陡转急下，律师觉得此时直播很不恰当，但尼克想了想，决定坚持计划。他似乎已经看透了艾米，或许能通过自己的伪装重新唤醒妻子。随后，尼克在节目里的表现很顺利，他的忏悔竟然看不出一丝掺假。此情此景果然打动了艾米。看着电视里的丈夫，艾米的心又一次的融化了。现在的尼克不正是自己所希望的样子吗？旁边的黛西丝毫没有察觉，她自以为艾米已经放弃了尼克，可她到死都不会想到，就在艾米重新迷恋丈夫的同时，一个可怕的想法已经逐渐形成。1个月后，黛西刚要出门，艾米却突然吻了上去，她用力咬破对方的嘴唇，还将其整洁的衣服搞乱。黛西以为艾米终于开窍，殊不知自己的命运已经被人改写。趁着黛西出门的功夫，艾米开始了自己的表演。她用绳子弄出勒痕，制造被绑假象，又把红酒抹在了大腿根部，然后跑到监控下表现得很痛苦。紧接着来到卫生间，艾米将瓶子塞入了下面。等到黛西再次回到别墅，艾米装作欲火焚身，和其滚在了一起。兴奋的黛西自然不知其中缘由。就在她射精的一刻后，艾米突然抄起备好的刀片，一刀割喉，黛西死了，瞬间荣登了整部电影中最冤的人。没过多久，在一个非常普通的早晨，已经快被逼疯的尼克被喧闹声吵醒。可当他看清外面的情况时，小脑差一点的就要萎缩了。只见艾米浑身是血的坐在车里，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等到艾米缓缓醒来，她的面前站满了联邦警察。通过接下来的描述，一个被初恋绑架侵犯的变态故事出炉了。之所以杀了黛西逃出来，完全是出于自身的本能反应。一套无懈可击的逻辑下来，让本该被抓起来的艾米变成了一个受害者。人群中的邦尼听后有些疑惑，他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答。艾米说别墅里到处都有监控，你们可以去调查呀。这时有更大权威的联邦警察终止了审讯，他们认为可以结案了。就这样，当艾米讲完自己的冒险故事，俨然就成了大众眼中归来的英雄。更离谱的是，猜到真相的尼克不敢表态，且还要走红毯一样接受媒体的拍照。进到房间后，尼克说：“你别装了，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艾米说：“请你脱光后跟我来，我要确保你没有窃听器，再告诉你。”来到浴室，艾米把所有过程讲了一遍，然后威胁丈夫必须听她的话。既然你在电视中向我承诺过，那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，就算是装也得一直装下去。如果想反悔，那你就好好想想自己的余生吧。一番行云流水的言语刺激，让尼克彻底的凌乱了。现在的他已经穷途末路，唯一的办法只能任由妻子摆布。自此以后，艾米又一次将自己的完美形象推上了热搜，然后参加了各式各样的发布会，而尼克也彻底沦为了一个道具。在这期间，尼克偷偷请来了邦尼和律师，试图让大家想办法帮自己脱困。律师听后不但不帮，还劝说尼克接受这个牛逼的妻子。现在所有单位都抢着要你，你的酒吧也开了连锁，你还想要怎样呢？邦尼也表示自己无能为力，因为舆论已经完全倒向艾米。
况且警方早就结案了呀。尼克呆住了，最后的挣扎也绝望了。1个月后，艾米请来了当初诽谤尼克的电视台，他要重新搞一场直播，目的是为了让尼克不仅承认家暴，且还要承认刷爆信用卡等罪行。这样一来就能力排众议，打造人设。有些不服的尼克来到房间，对妻子说自己绝不会参加。艾米避而不答，指向一个盒子，而盒子里竟然是一个验孕棒。很明显，艾米竟然怀孕了。愤怒的尼克说：“老子都没碰你，怀孕了也不是我的。”艾米说：“别忘了咱们的婚检，那里有你冷冻的种子。”此时的尼克再也控制不住，表示要立刻离开这个家。见此情形的艾米丝毫不慌，温柔地说：“你可以走，但你的孩子绝对会恨你一辈子。”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尼克，妻子竟然在讽刺自己的童年。艾米淡定地警告尼克：“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，而我也会永远地抓住你。” I've killed for you. Who else can say that? You think you'd be happy with a nice Midwestern girl? No way, baby. I'm it. Look, you're delusional. I mean, you're insane. Why would you even want this? Yes, I loved you, and then all we did was resent each other and try to control each other, cause each other pain. That's marriage. 稍后时分，艾米带着尼克顺利的开播，令所有观众都无比欣慰的是，他们看起来比之前还要恩爱。至此，本片结束。